学习合约交易就像滑雪一样，第一件事情绝对不是跟着大师后空翻，而是把跌倒技巧学好，你才能在之后的实战中赢多输少，持续积累财富。这里是加密阿尔法，又到了每周一期的科普分享环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学习合约交易，你必须要知道的3件事情。本期视频只做科普分享，并不鼓励大家参与合约交易，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合约交易，了解过后的话，会对你深度参与加密货币市场有所帮助。也请知道合约交易的各位观众了，切勿上头交易，亏损本金。那什么是合约交易呢？合约交易的话，它是指衍生品交易，是指买卖双方签订协议，约定在未来某个时间按照指定价格购买或者是出售某种资产的交易方式。合约交易呢，并不是直接交易资产的本身，而是交易代表资产的合约。合约交易具有杠杆的作用，能够放大投资的收益，但同时也会增加对应的风险。说完这些的话，很多观众也可能跟我一样，还是就不太懂。那我们用大白话给大家翻译一下，什么是合约交易？合约交易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不拥有实际货物，而是通过预测涨跌来赚钱的交易方式。我们平时买东西是花钱把东西买回来，但合约交易不一样，你不需要真正的把东西买下来，你只是跟别人约定一个价格，然后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根据价格的变化来进行结算。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有了初步的认知。不过呢，我由此生出了一个变态的想法：如果我在 A 交易所做多50倍，在 B 交易所做空50倍，那我肯定能够拿出一边的成绩单告诉你我的交易技术有多好，因为总有一单是盈利的，总有一单是在亏损的。根据历史经验，比特币市场每4年都会走一次牛熊周期啊。在后市比较看跌的阶段，很多币圈朋友或者是刚加入的新用户喜欢选择永续合约作为主要的交易工具，因为除了它可以开杠杆，手续费较低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允许用户在下跌的市场当中也能够做空赚钱。还不了解永续合约以及杠杆的朋友，可以先去看一下简单的介绍。然而在很多新手往往在交易技巧、盘感或者是纪律性还没有磨练出来的时候，就被市场踢出场外。除了币价波动快速的风险之外呢，往往也是因为我们的心态很容易被群友老师们带崩。我们总能够看到币圈社群动辄出现几十%、几百%的获利单，每个老师都爱说用他的方法可以轻松获得几倍、几百倍的获利。在这些潜移默化之下，真的很容易会让人盲目的开出高倍率的杠杆，或者是在某些指标出现的时候呢，过于勇敢的重仓。但其实这些都是很危险的交易行为。正如巴菲特曾经说过，在市场当中想要赚钱的方法只有2招，第一招就是不要亏钱，第二招就是不要忘记第一招。学习合约交易就像滑雪一样，第一件事情绝对不是跟着大师后空翻，而是把跌倒的技巧学好，你才能够在之后的实战中赢多输少，持续积累财富。本期这支影片呢，我们将来学习3个100%让你赔钱的交易手法。听到这里，很多观众也会有疑问，如果赔钱的话还需要学习吗？那实际上就是如果你不想亏钱，一定要避免的3件事。第一个让你亏钱的方法就是不设止损。在一个合约仓位开起来之后呢，因为币价每分每秒都在跳动，我们立刻就能够看到当前仓位下的一个浮动收益，它很可能是上跌，也很可能是下跌的。止损的意思呢，就是在我们开做多或者做空单的时候呢，就要先想好，如果你这一单看错方向发生了亏损，你必须要在浮动亏损到达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呢，平仓，那也就是把这个仓位关掉，认错出场。止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再厉害的交易员，再知名的市场指标也都会有失灵的时候。其实你靠某一个指标连续赚了10次，只要它失灵1次，就会让你前面赚的全部直接归零，无论你前面赚了多少都没有用。可能很多人认为止损早就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事实上根据统计，至少 60% 的杠杆投资人曾因为没有设置止损而做成了海量亏损。一个懂得技术分析、市场分析的交易员为什么还不肯止损呢？有些时候基于他们对整个市场的理解，一方面坚持相信他对上涨形态的一个判断，导致他本来该平仓却选择到了熬单。白话一点就是市场已经证明你看错了，你还要跟他硬熬，这是一个交易员最不可取的行为，却是人性的弱点。有时候你会熬单成功，但更多的时候你会走投无路。没有人可以一直获利，一定要保持对市场的敬畏之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有些交易所在鼓励用户开单的当下就直接输入你想要止损的价格。那在这里的话，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勾选一下止盈止损，它就会提供一个方案，需要输入一下止盈的价格和止损的价格，然后进行到做多或者是做空。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演示。首先在这个下方的话，我们会出现一个逐仓或者是全仓。
全仓模式的话，凭借资金共享和较高的杠杆效应，为那些勇于冒险、追求高收益的交易者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但是如果一个仓位一旦出现亏损，整一个账户的话都会受到影响。逐仓模式的话是将风险限定在单个仓位内，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加稳健的风险隔离机制，尤其是适合我们这些新手或者是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的交易者，所以我们一般优先推荐大家选择到逐仓。然后旁边是杠杆，杠杆的话是我们第二个板块，在这里呢，它有个限价委托和市价委托。市价委托非常好理解，就是以当前的市场价格开单。限价委托的话，就是我们预测一下比特币是上涨的还是下跌，从而影响你是选择做多呢还是做空。那短期之内的话，我觉得它应该还是会上涨的，所以我们选择到做空，设置一下仓位。这里呢，市价委托更为简单，直接按照当前的市场价格来进行开单，止盈止损呢设置好。我这里呢选择到限价委托，我觉得在109300这个价格范围之内去开单会更为合适，因为它的价格暂时稳定在这一个区间范围之内，不会有太大偏差。那你要更改也没有关系，那你觉得它在109200开单会更为合适也可以。然后呢，下方选择到我们 USD 的数量，这里呢我们可以拉取到百分比，然后作为保证金，但保证金的话不能拉到100%，一定要留一点作为手续费的。然后在下方勾选一下止盈止损，止盈的价格的话，它其实止盈止损一共有两种方式啊，一个是按照价格，一个是按照收益率。我们优先推荐大家使用到收益率，当然价格也是 OK 的。如果你选取到价格的话，你觉得我们在11万收手是最为合适的，因为它如果涨到11万的话，我们就直接收手。那止损的价格的话，你觉得它跌破到什么地方你是仓位能够接受的？那它现在的价格是这个，我自己觉得啊，我定在109000是我能够承受的范围，大概收益的话是-1177的 USDT 啊。这里要说一下杠杆，杠杆的话目前开了10倍啊。然后这个方式我们去进行到一个做多，然后点击一下开单，然后这里呢就会有目前的仓位啊。那现在的话，你能看到当前浮动的收益的话是有这么多，好像感觉很夸张。那是因为它是虚拟资金啊，虚拟资金的话无所谓，大家会觉得。那同时呢，杠杆我也是拉到10倍啊。按理来说的话，如果做比特币的话，一般推荐大家做1到5倍的这个杠杆会更为合适啊。10倍的话还是有点大。然后这里呢，当前仓位怎么看自己的一个止盈止损呢？在这里当前委托啊，一旦达到这个条件的话，会自动的进行到一个平仓。这是目前的一个止盈止损的一个标的啊。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如果你觉得仓位不合适的话，是可以选择到市价全平，或者就是一键平仓的，可以把你当前所有的仓位全部都平掉。那以目前的开单情况来看的话，其实是有在赚的，当然赚的不多。另外在这个方向上再做一下预警，合约就是赌博，说的很直白点，合约就是赌博，小赌怡情，大赌上身，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你不要觉得我说的好像跟你无关痛痒一样，但是你也能看到，每一年都会有人跳楼，多少都是因为股市或者是加密货币这一个圈子做合约交易或者等等等，有的。第二个让你赔钱的方式就是开杠杆，很多新手朋友在做合约的时候呢，都喜欢开很高的杠杆，随便在一个群组里面可以看到大家分享的收益图啊，超过10倍、20倍、50倍甚至100倍的杠杆满天飞。当然我知道，如果开了50倍的杠杆还因此获利，那这个收益率是非常可观的，也是值得炫耀的。但是你要想清楚，作为一个被炫耀的人，一个20倍杠杆的合约，只要看错方向，浮动盈亏超过 5%， 你就会强制爆仓。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开了一个20倍杠杆的合约，那这个浮动盈亏比现在目前是 5%，5% 乘以20是100%，直接就强制爆仓了。收益率我们先不管，只要你亏损超过 5%， 然后乘以20倍杠杆就直接爆仓，你的所有的钱就没了，你就是这个仓位的钱就已经没了。一个拿正常部位开单的交易员真的能够承受这样的风险吗？我想至少有3个理由让我们相信高倍率杠杆保证让新手亏钱。第一呢，是插针的风险过高。插针就是 K 线上一条不合理的上影线或者是下影线，有时候呢是短线的大幅抛掷导致的。当插单出现的时候呢，现货玩家不会怎么样，但是你会听到很多的合约玩家，尤其是那些杠杆开得太高的玩家哀鸿遍野，因为很可能他们已经被戳到爆仓了。
第二个是可持续性低，如果你是用正常的本金部位开高杠杆，不但你的手续费会抽的比较多，一旦市场有什么不如意的风吹草动，即使你选择到了止损，那几次下来本金消耗的还是会太快。每个投资人都会经历他的好日子跟坏日子，一套无法持续的获利策略还不如一次都不要用。第三，真正的高手的话都是低倍率杠杆，你要相信那些信手拈来就是50倍杠杆的群友，获利能力真的那么强吗？我其实说句不中听的，大家所看到的这些收益单啊，很可能就是我在 A 交易所做多了50倍，在 B 交易所做空了50倍，那我一定有一单是盈利的，盈利的那一单我直接放出来给大家看到，那我这样一个50倍杠杆的收益率，大家就觉得我的策略应该是很厉害，说明我可能交易的技术非常牛逼，然后大家就会跟随我。那实际上你只看到了好的一面，你并没有看到坏的一面，他肯定不会把亏损的放在明面上让大家看到，对不对？那他亏损，比如说他盈利的只有1000刀，他亏损有10000刀，你还跟吗？但是你又不知道，你觉得他好像就是盈利了。第三就是选择一个用户量大、信誉良好的交易平台，例如我们的币安交易所、OKX 交易所，你可以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可以享受到永续手续费减免20%、数字盲盒、新手福利等诸多便利，赶快注册起来吧。另外呢，我们协同币安跟单平台开启了 AI 数据大模型的新时代，你可以利用自己手上的闲置资金赚取意想不到的利润。那么入口的话，就是大家所看到这一个入口。如果你也想要体验合约的话，不如试一下 OKX 虚拟盘交易，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视频当中不断出现的那一个页面。同时，我们说的所有的投资都是第一要选平台，第二才是选策略。币安和 OKX 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两家交易所，那可以说是人手一个，安全性是一定有保障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本期这支影片还是有所帮助、有所收获的话，还请高抬贵手，一键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对了，另外提一下，我的微信号2个号都被封了，所以我也不能建群，我也不能拉群，甚至都不能加人。我们就尽可能的选择到 Telegram 或者 D-Box 当中去跟大家进行互动。